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如何抉择闭关与渡人的关系？一，有人问，有的人一辈子都闭关修行，那怎么度众生呢？智空禅师开示：选择一辈子闭关的人，证明这个世界被他救度之人的救度缘分还没有成熟。度众生需要因缘成熟，也需要具足能力。况且，度众生是多生多世的事，成就以后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密勒日巴一生基本都在闭关实修，但他对世界各地修行人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他的度生事业才叫广大。当密勒日巴成就以后，觉得自己飞行变化自在，可以救度众生时，本尊出现并对他说：还有比闭关能更好救度众生的吗？所以闭关实修，而且大成就，才能更好地度众生。一个闭关大成就者，不单是人道的众生，其他道的众生也可以度，就是在睡梦中也可以救度无量的众生。二，有人问，师父，越修行，见人越不舒服，那以后度人怎么办？智空禅师开示：第一，关于见人不舒服的问题，见人不舒服，感到身体受到了影响，这是自己的身体转变清净以后对外界的正常反应。一方面需要自己尽量防范，或者最好去闭关而有所回避，因为在精进闭关的时候，也可以不用见到外面很多人而受到影响。另一方面，等自己修得更好的时候，会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。一旦修行的功德力很大以后，功德力就会展示为更广泛帮助他人的作用。凡是靠近的人都能得到更加完美、真实的帮助，同时他人对自己就不会有影响了。第二，关于度人的问题，一，度人是需要缘分的，你不用担心度人这个事。度人不能再向上执着，难道要到街上拉人吗？不是，缘来才度，缘去就无法度，无缘更度不了。度人的是有非常深的道理，你还不是很了解。二，大成就以后才能更好的度人。大善之时度众生，叫龙天推出，是龙天护法设置种种因缘，逼他出来度众生。不像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菩萨，既没有足够的智慧，也没有因缘，嘴上嚷嚷着要度众生，强行推广自己的度众生事业，结果导致自他烦恼重重。大成就以后度众生才殊胜。历史上有很多伟大成就者度众生的故事，这里讲两个。有一个老太太得了麻风病，她对冈波巴大师非常有信心，可是自己连门前的河都过不去，没法去见大师。她只好在家里每天向冈波巴大师所在的那个寺院方向磕头祈祷，然后自己的麻风病就好了。蒋扬钦哲仁波切，西藏很多的上师都是他的徒弟。他前半生求到各种各样的法，40岁以后就住在一个院子里，终生闭关。有个寺院建成，请求他洒净开光，他说好啊。到那个时间，他在自己的房间一撒花米，距离很远要开工的寺庙就落下花米来。